在韩国空军的作战体系中，战斗机是夺取制空权的核心。上一期我们已经讲解了韩国空军的战斗机配置情况，虽然其配置实力对得起自称的世界第6的位置，但是本身没有太大的主动权，暂时的指挥权依然还是被美国牢牢的把控。那么，保障空中机动、远程预警、战场搜救与后勤投送的关键支柱，韩国空军的运输机、预警机、直升机的辅助力量又有什么样的实力呢？本期武器排行榜第6集韩国空军系列，我们继续探讨其攻防一体、快速响应作战力的这支辅助作战力量。韩国空军的辅助力量以美制装备为核心，辅以欧洲、俄罗斯及巴西之行，形成了来源多元、功能互补的装备格局。在运输机方面，韩国空军运输机队伍其规模大约34架，涵盖战术运输、中型运输及要员运输，承担兵力投送、物资补给、特种作战与应急救援等任务，是韩国空军机动能力的核心载体。其中主要运输力量是来自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 C-130大力神系列运输机，包括12架 C-130H30 与4架 C-130J30。此款运输机是世界上设计最成功、使用时间最长、服役国家最多的运输机之一，可在前线简易机场跑道上面进行起降，向战场运送或空投军事人员和装备。返航时还可以用于撤退伤员，是一款适配前线空投、人员运输等高强度任务的优秀运输机。韩国空军的第2款运输机呢，是来自于韩国跟印度尼西亚联合研制的 CN-235轻型运输机。这款运输机呢，一共配备了18架。虽然一直以来呢，韩国号称自己是宇宙最大的国家但是其国土面积大家也知道，是吧？所以呢，并不是很需要 C-130这种比较远距离的一个长航程运输机呢来提供这个服务。更多的呢是像 CN-235这种类型的轻型运输机来提供一个短距离的一个运输。那么韩国的这18架 CN-235运输机呢，包括2个型号，其中有12架呢是100M 型，还有6架220M 型号基本上能够满足韩国国土本土的一个短距离的运输需求，以及周边海域一些小岛的一个运输需求了。而上一期我们也讲过，韩国其实本身也在找机会摆脱美军的装备依赖和控制，所以在2023年，韩国向巴西航空工业签订了订购3架 KC-390中型双发喷气式军用运输机。这款运输机具备喷气式发动机的速度优势，再加上是巴西厂，本身成本较低，后期维护和使用成本更是比美军的 C-130要低得多，因此被视为美军的 C-130运输机有力竞争者。韩国的这3架运输机预计在2026年底全面交付，到时候此款运输机将填补韩国空军中型喷气式运输机的空白，提升重型装备快速投送能力，从而完成韩国空军的全域空中投送网络。另外呢，短距离轻型任务呢，则是由9架CH-40D 支弩杆重型运输直升机来提供支持。CH-40支弩杆重型直升机呢，它是一款重列双旋翼布局的一个直升机具备载重能力强，可以承担重型装备运输、兵力投送以及战场搜救的任务可以在复杂的地形起降，适配山地、前线等恶劣的环境。一直以来呢，都是美国陆军以及美国特种部队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装备。除了 CH-47之外呢，韩国空军还有17架 HH-60P 普鲁因搜救型直升机，以及卡莫夫设计局的卡32双旋翼直升机。那么这里就有个疑问了，一直以来呢都非常依赖美军装备的韩国空军呢，怎么会有俄罗斯或苏联的装备呢？这其中有一个故事。这款直升机来自于2002年俄韩达成的第2阶段中雄2计划。中雄计划的源头是1990年韩国和苏联正式建交，随后韩国决定向苏联提供30亿美元的经济合作贷款，这就跟49年入国军一样。在1991年，韩国首批10亿美元银行贷款、4.7亿美元商业信贷交付，没想到半年多后，苏联就解体没了，这就意味着韩国刚刚出手的美元贷款就打了水漂。好的是，继承了苏联大部分遗产的俄罗斯还是非常靠谱的，愿意承担14.7亿美元的债务。当时刚刚成立一地鸡毛的俄罗斯肯定也没办法直接偿还，所以韩国就看上了俄罗斯制成的大量苏式武器装备，最后就达成了一致。通过中雄计划，俄罗斯以武器抵偿苏联时期欠韩国约14.7亿美元债务的2阶段军贸安排。这批军贸一部分用于抵债，一部分通过现金交易的方式进行易货贸易。这个计划呢，一共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呢是1991年到1996年的一个中雄1计划，俄罗斯呢向韩国交付了4.6亿美元的一个武器装备。那么第2阶段呢是2003年到2006年中雄2计划。这个计划呢，俄罗斯向韩国交付了5.34亿美元的
一个武器装备货款。韩国空军的卡32呢，就在这第2阶段获取得到的。那后来美国一看，这还得了，对不对？美国一直都反对盟友直接获取竞争对手的武器装备，所以呢，后来因为这个原因，美国的干预以及俄罗斯的这个坐地起价，这个第3阶段呢就没有执行了。通过前面这2个阶段呢，韩国一共获取了俄罗斯10亿美元的一个武器装备货款。那么剩下的债务呢，在2000年之后呢，也陆续就结清了。而韩国获取的这几批苏联的武器装备呢，在后面也慢慢的就是被处理退役了，并没有继续的在服役，只有少部分作为一个研究或者说一个训练使用。除此之外，韩国空军的韩国型3轴体系中，侦察预警的核心则是由4架1737和平之眼预警机担任。此款预警机搭载的是 MESA 有源相控阵雷达，探测距离大约500公里，可同时跟踪数百个空中、海上目标，具备强抗干扰与多目标处理能力，是韩国空军当前唯一的远程预警平台，用于构建覆盖半岛及周边的360度空情监控网络。那么除了波音这款远程的一个预警平台之外呢，韩国还有一款RQ4 全球鹰 Block 30型全球鹰无人机这款无人机呢，是在2019年的时候呢，美军给交付的。那么美军会把这个高科技的侦察型无人机呢给韩国呢，这是因为对面的国家武器、导弹以及核武器的这个试验越来越频繁了，所以美国也担心了，韩国一直来没有一些比较隐秘的远程或者说比较先进的一个侦察型设备，所以呢就破例给韩国提供了这款全球鹰型侦察无人机。那么它的航程呢，能够覆盖朝鲜半岛的全境，而它的一个巡航高度呢，能够超过大部分的防空武器的一个射高，所以呢，它是能够在安全的距离、安全的高度来进行一个巡航侦测，所以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侦察装备，能够满足韩国的全天候侦察需求。也因此呢，韩国成为全球第4个装备此款无人机的国家。而为这些战斗机和空中装备提供保障油料的空中奶妈，则是由4架空客的 A330 MRTT 担任。A330 MRTT 空中加油机相对于现有的大多数空中加油机而言，具备多任务、多用途的能力，在设计上仍然保留了民航客机的运载能力。在确保这些能力的同时，加入了加油机的构型，能兼任人员运输机和小型武器的运输能力。对于多变的战场需求来说，明显更加具有优势一点。在目前的国际市场上面，是经济和最大的空中加油平台之一。韩国也是很会算账的。韩国空军辅助力量以美制为骨干，多国装备为补充，从而构建了其功能齐全、性能先进的空中支援体系，支撑韩国空军在半岛及周边空域的战略威慑实战能力。那么从这一点来看呢，韩国空军的一个装备已经基本上成型了能够满足朝鲜半岛以及周边海域的一个使用需求，并且呢，韩国空军的这个装备呢也并不单一各个国家各种型号都有。从这点也可以看出来呢，这是韩国想要摆脱美国装备依赖性以及美国控制的一个重要信号。好，韩国空军的这个系列呢，我们到此就结束了。我们下一期跟大家一起探讨呢日本航空自卫队的一个武器装备配置情况。我们下期见。